本频道由宝岛阵地边境战场现代战场场地提供。本集影片由 TBRN 矿质 BB 弹合作播出。之前我有介绍一些下场玩的摄影装备，相信一堆老观众应该都不陌生吧。我这个主打的全民国防之民行玩生存游戏知识的频道，其实早在大概3-5个月之前，我的骰子摄影机基本上就已经挂的差不多了，挂的不是一颗而已，是2颗一起挂。所以我就在想说，到底我又要再买哪一种运动摄影机对我来说是比较合适的呢？是 GoPro DJI Action， 还是说目前最流行的 Insta360 呢？正想说我要不要运用我这个网红之力去跟这3家一个来玩玩，但是想一想，他们哪会理我这个1万订阅都不到的生存游戏频道？说到这边还不赶快给我订阅下去？其实我也没有那个脸跟人家要啦，最后我还不是一样是自己去买个回来。经过了各家比较之后呢，以及考虑到我能力所及的范围，最后我选择了这款3狗 S 密录器。现在就来开箱。我们先从外盒开始介绍，包装正面就直接展示产品给你看，外观大部分都属于纸盒包装。翻到包装的右边，依照图示的说明，我们可以大概了解它里面附有什么配件。翻到左边，用图示与简单的英文大约介绍此产品的功能。背面的部分则是有中文、德文、俄文、英文4种不同语言的简介。打开包装，首先我们看到的是本次的主角 A10， 这个我们最后再做介绍。里面内容物，我们首先看到原厂附给我们一条 USB-C 充电线，接下来是塑胶夹具。它有可折叠功能，但我不建议使用。安装上主机之后就很难拆卸下来。这张照片就是之前我拆卸之后被割到的伤口。第二个夹具，这个我蛮推荐的，因为它安装主机的位置是金属材质，很好拆装，而且可以360度旋转，使用起来很方便。最后一个夹具，如果你不把它拿来当汽车的行车记录器，相信你应该用不到。来看到说明书的部分，就跟包装背面说明一样，有中、德、俄、英4种语言。接下来就是原厂附给我的产品保护书以及温馨提示，主要是说明防水系数是 IP65，不适合大雨天气。如果是雨天进水送修，原厂会判定是人为造成，无法免费维修，这点要注意一下。最后我们来介绍主机的部分，整体造型属于长方形，镜头的部分有擦伤，这是我之前不小心摔到的，大家可以忽略。镜头下方有个开关机键，翻到左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小小的收音孔以及充电孔。快门键、红点键、IR 键都是配置在右边的，而上方的部分我在想应该是 WiFi 的接收孔，长约 8.3 公分，宽约 5.8 公分，厚度约4公分左右。打开底座，电池与储存卡的位置就藏在这边。官网说支援最高 64G 的储存卡，实际测试如果挑对卡的话，可以使用到 128G。按下开机键约3秒左右，萤幕会亮起。产品使用的是2寸的 LCD 触控萤幕，而规格的部分使用台湾联咏的 NT96658晶片以及 Sony IN-X323 感测器，而镜头则是有140度的超广角。功能的话有录影、拍照、连拍、录音，以及我这次要介绍的重点夜视功能。画质的部分最高是1296，比较可惜的是它的帧数只有30而已，很难拍到 BB 弹飞行的轨迹。录影的话呢，就按下右上方的录影按键，按下第2个按键则是开启雷射功能，按下第3个按键就开启夜视功能。夜视功能有分2种，一个是紫色成像，另外一种是黑白成像。我自己试用过后比较偏好紫色成像，因为看起来会比较清楚一点。相信大家还蛮好奇它一般拍摄出来的影像效果如何，这是我平常骑车录影的状况下拍摄出来的。基本上1296或是1080的画面录出来，我觉得都不会太差。虽然没有很明显，但仔细看它会有一点紫边的状况出现。但是想想这个价钱只要3300，就会觉得算是可以接受的范围。而抖动的部分呢，它没有出现果冻的效果，这个表现我就觉得蛮不错的。而夜间骑乘模式这边我没有开启夜视功能，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画面其实还蛮清楚的。接下来是紫色成像的夜间模式，大家可以看得到路边一闪一闪的是路口监视器使用的红外线灯。再来是这个黑白模式的夜视功能，大家可以比对一下，不知道荧幕前面的你比较喜欢哪种成像？欢迎在底下留言区里面留言哦。
行车方面讲完，接下来我们看到下场玩的画面。如果有看过上部影片的朋友，应该有听到我在跑步的时候一直出现的噪音，以及非常陡的画面。因为我买保护壳的关系，把 S 放进保护壳里面的时候，其实还是有点空隙的，所以才会造成我跑步的状况下，除了画面非常陡的情况发生，另外就是会一直出现这种噪音。当然，我也想到方法解决了，就是把保护壳与机身中间再塞张纸条进去，这样基本上就有缓和画面抖动与噪音的问题。另外，画面的部分，如果是室内或是逆光的拍摄，很难拍得到目标。像是这个画面，我前面站了2个人，但因为是逆光的关系，所以拍得不是很清楚。第一个室内的部分，虽然后面有拍到对方，但是我瞬间走出去的那个镜头，只有拍到一个颜色不清楚的人影。接下来我们把头盔与枪进行夜战模式的改装。首先是这个运动摄影机转接座，因为我打算要在头盔上面装 IR 手电筒，所以我头盔的一些配置要重新做调整。于是我买了可翻折的耳机座，安装在头盔导轨的最后面，这样头盔上的导轨才不会因为要多加 IR 手电筒而造成使用上卡卡的。刚好我之前就想要重新配置我的头盔，趁这一次就给它搞定吧。这边一定会有人想问我，不是已经有夜视功能，干嘛还要买 IR 手电筒？因为 A10 的夜视功能虽然有红外线，但亮度一定比不过 IR 手电筒。透过 IR 手电筒提高亮度，可以让视野看得更远、更清楚，更好发挥夜视的功能。既然主打夜视功能，那少不了 IR 雷子器。这款雷子器主要有3个灯：白光手电筒、雷射以及 IR 雷射，有恒亮与爆闪功能。顺便教大家如何看得到 IR 灯。现在手机镜头做的都很进步，基本上用录影功能，大部分的红外线 IR 都看得到。玩夜战一定少不了发光器。这款 ACE-TECH 推出的 Blaster 不织火发光器，里面附有说明书、充电线以及手枪转步枪的转接头，属于旧版安卓充电口。开机启动火光模式，可以看得到枪口会有拟真的火光效果。长按开启荧光模式，搭配荧光弹就会出现逆光弹的效果。再长按一次，开启荧光火光模式，不只有枪口火光，也有逆光弹效果。接下来我们把它安装在枪上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说明栏与置顶留言，我会放上官网连结。头盔零件安装之后，戴起来感觉就像是这样，看起来有点像安康。接下来透过镜头让大家体验一下这个夜视视角。透过这个视角，我们可以看得到 IR 雷射非常的明显。另外，相信各位应该会了解为什么我手上会装 IR 手电筒了吧？比对一下就会知道，有上 IR 手电筒的画面会变得清晰很多。2个画面我都没有做过后置调色，大家可以做一下比较。这种清晰的效果让我更想再多买一把 IR 手电筒装在枪上。这样子的话，应该除了头上的视角增加，枪上的指向视角也可以让我看得更清楚。挂了，没事没事。哦，看没气，我看，鸡巴，啊哒！灯打开，灯都打开，灯都打开，灯都打开。你看前面有个闪的，前面有个闪的。哎，挂了。挂了。要看前面要。挂了，后面来一个，后面来2个，后面来2个。
到，到，过了。经过以上的开箱测试以及下场游玩之后呢，接下来我就要讲它这台的缺点啦。第一个就是它这个2寸的 LCD 萤幕，不是说它不好啦，它相对于其他所有的运动摄影机比较下来，它这个2寸的萤幕其实相对比较下来是算大的。但对于如果要打夜视的朋友，认真的要打夜视朋友，这个萤幕可能会比较小一点，可能刚才下场的影片呢，大家可能无法想象我眼睛实际上看到它的大小的感觉是怎样。但是想一下，这个2寸萤幕在这边，大概这个位置你才看得比较清楚一点。所以依照肉眼再去透过这个摄影机去搜寻目标的大小来说，会有一点不习惯，甚至会觉得有点小。那第二点呢，其实也不算是缺点，大家都会知道，像这种 GoPro 的一些转接座啦，或者是一些转接的杆啊之类的，它装在头盔上面，其实很容易会掉下来，除非你像我这样子前面再戴一个帽子支撑它的那个杆子，它才可以抵挡住它的重量，不会一直往下掉。要不然你跑到后面，其实摄影机是在这边的，不会在前面。只是大家要比较忍受的是，它装上去的，就像我刚刚讲的，第一个它会晃，那装上去它还有一个距离哦，你眼睛看的时候，你不时会被这个摄影机挡到你的视线，所以这点大家要习惯一下。那最后一点呢，如果有在玩夜视镜的朋友呢，一定都会知道，因为它这款 IR 是属于红外线的 IR， 相对在光管啊，或是其他红外线的夜视镜看起来，这个根本就是灯塔一样。那当年参与活动的朋友呢，我也有请他跟我做一个对看。那我看到红外线夜视镜的时候，其实就只有3个点，就是中间跟2个眼睛。对于明显的效果来说呢，我这个在夜视镜对到那种光管或者是红外线夜视镜来说的话，我这个真的是像灯塔一样超级亮，非常明显。不过在美军有流传一句话，我们都打什么样子的国家？专门打没有带夜视镜的国家。有这个胜过于你没有夜视镜，它至少在一定的距离跟一定的范围呢，它的作用是非常的有用的。差不多抓个15到20公尺。在夜战这个全部属于黑色的环境当下呢，这个其实还是可以看得到对方躲在哪里。OK，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。你有夜视镜吗？又或者是说你看到我这个影片的时候，突然想要买这款来充当一下夜视镜？欢迎在底下留言区分享你的看法。那喜欢这部影片的话，记得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、选择全部通知、按赞以及分享。如果你有任何讯息想要私我的话呢，可以追踪我的IG 以及 FB。好，就这样，我是 Walk， 下次见，拜拜。